大家好，我是八酱，先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快乐，万事如意。过年啦，说点轻松的吧。本期视频八酱会结合个人经历，说说我玩过的那些三国游戏，相信大家看了以后也能得到很多快乐的回忆。好，开始吧。我接触到的第一款三国游戏是个街机游戏，那时候过年我和父母去了亲戚家，当时我还特别小，就很皮，坐不住，于是让亲戚家的哥哥带我出去玩，结果他就带我去了街机厅，那是我第一次去街机厅，我现在还记得，当时里边各种猛摇猛砸按钮的声音，差点没给我直接送走，吵死了，玩个游戏至于吗？然后我就在街机厅里到处看，结果就接触到了我人生中第一款三国游戏，给大家看看画面吧。把它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吧，估计不同人有不同的叫法。这游戏全名叫《吞食天地2：赤壁之战》。虽然我当时也没玩啊，就在那看别人玩，但是印象深刻，尤其是里边狂摇狂按比赛吃东西，还有跟那几个小姐姐打的桥段，感觉特别新奇。从那以后我就对这款游戏念念不忘，等我又大了一点，就自己去街机厅玩了这款游戏。虽然玩得很烂，但是真的是觉得巨爽。我最喜欢用的角色就是张飞，不为别的，因为这5个人里我看他最顺眼，感觉特别像热血动漫里的男主，给我一种阳光大男孩的感觉。估计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疑问，为什么这个游戏可选的5个人不是我们熟悉的五虎将，而是用魏延代替了马超呢？有人说这款游戏的背景是赤壁之战，而马超没有参与赤壁之战，所以就没让他上，制作组太严谨了。扯淡，说的好像是黄忠跟魏延就参与了赤壁之战一样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该游戏的人设来源于同名漫画《吞食天地》，里边有魏延没有马超，所以就没让马超上。这说法也不对，因为原作漫画里既没马超也没魏延，所以真实原因只能去问制作组啦。我接触的第一款国产三国游戏也是过年在亲戚家时，那时候我又让亲戚家的哥哥带我出去玩，这一次他带我去了网吧，我也是在里边看别人玩游戏。我印象特别深的是，我当时看到那个人在搜索武将，然后就看到一个武将说愿效犬马之劳，具体是哪个武将嘛，实在记不清了。突然间传来一声哇，当时听到这个声音，我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，这也太激昂了吧。后来我自己在电脑上下载并且玩了这个游戏，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挺不错的，尤其是人物头像真的很有特点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当然啦，因为游戏要素不多，所以玩到中后期就没多大意思了，所以我没有通关过。这游戏还是有很多续作，但是我就搞不懂，明明是续作，为啥人物头像和游戏画面都显得那么粗糙，一点都没有2代那种精致的感觉呢？说到这，我还想吐槽一下，为啥名侦探柯南现在的画风怎么看都觉得不如过去顺眼呢？也不知道是画风真的退步了，还是我太怀念小时候在电视上看柯南时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。接下来要说的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，日本光荣公司推出的三国志系列。那时候我开始玩电脑游戏，因为对三国很感兴趣，我就在网上搜三国游戏推荐，结果很多人都推荐了一款叫三国志11的游戏。当时这款游戏虽然已经推出几年了，但依然很有热度，网上对这款游戏的讨论也很激烈，于是我就下载并且玩了，这一玩就是很长时间。大家猜猜我玩这游戏时最喜欢用的势力是哪个？欢迎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哦。我猜你们是猜不中的，我最喜欢用的势力是自创。
我最喜欢用的势力是自创势力，因为那时候我受品三国影响，特别崇拜曹魏，并且很不喜欢蜀汉。可《三国志11》这个游戏嘛，玩过的都知道，里边蜀汉人物都是各种神级特技，关羽是神将，黄忠是功神，马超是奇神，诸葛亮是神僧。而曹魏这边相比之下，特技就太拿不出手了。举个例子，诸葛亮的特技神僧效果是：一、对比自己智力低的人用计必成功；2、用计成功必然暴击；3、必然识破比自己智力低的人对自己用的计。而曹操的特技虚实效果是什么呢？答案是只有神算的效果1。然后司马懿的特技深谋效果是什么呢？答案是只有神算的效果2。等于说曹操和司马懿加一起还是被诸葛亮完爆。所以说当时的我自然非常接受不了游戏这样的设定。你让我玩蜀汉吧，我那时候很不喜欢蜀汉；你让我玩曹魏吧，特技太衰了，不想玩。这些其他势力更没兴趣了，于是我只能自创了一堆武将，玩自创势力了。如今回顾《三国志11》，我的评价是：一方面，这是一款诚意之作，它拥有水墨风格的大地图，很多人物都有专属例会、专属语音、专属特技、头像变化，这些都能看出制作组的诚意。另一方面，它在可玩性上存在一些问题，反映到数据上就是《三国志11》的销量是比较惨淡的，只有11万多，光荣因此差点放弃了这个系列。《三国志9代和10代之间只隔了1年，10代和11代之间只隔了2年，而11代和12代之间却隔了6年。个人觉得三国志11的主要问题有3点。首先，系统太繁琐，注意我用的词是繁琐，不是复杂。著名的批社游戏系统就很复杂，但是人家的复杂是有意义的，能让你有一股运筹帷幄的快感。而三国志11就是繁琐了，比如每打下一座城就得从头搞内政，建各种设施，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能体会到的没有运筹帷幄的快感，只有重复操作带来的无意义感。此外，游戏对特技的设定也显得单调了一些。总体来说，能晕人的特技就是好特技，其他的特技基本上可有可无。最后就是很多战略游戏的通病，玩到中后期就没有那么大动力玩下去了。当然，总体来说，这依然是一款优秀的游戏，不然我也不会玩那么久啦。还是感谢它的陪伴。玩了《三国志11》后，我又接连玩了好几部它的前作，就是5代到10代。这其中9代我是很喜欢的，因为它的系统一点儿都不繁琐，战斗系统也非常爽快。加强版还拥有一个把小兵培养成大将的系统，这个系统我特别喜欢，太有成就感了。7、8、10代都是角色扮演模式，我觉得7代和8代比10代好玩。10代的问题我觉得跟11代一样，系统太繁琐，有很多没必要的设定。5代呢很经典，音乐也很好听，放一段给大家欣赏一下。我要说说6代，这一代存在感很低，但是我印象深刻。因为啥呢？大家看看里边孙策的头像，当时还很小的我发自内心的觉得，我靠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孙策大人，我好喜欢你啊！继《三国志11》后，光荣又推出了12、13、14代，但我都没怎么玩，就不评价啦。光荣公司还推出了真三国无双系列，一开始我下载了3代，但是电脑太差，卡了跟幻灯片一样，根本没法玩，气得我差点哭了。直到几年后换了新电脑我才玩上，
当时我玩了3代和4代，我的评价是确实是非常爽快的动作游戏。这2部作品相比，我更喜欢3代，我觉得3代打击感更好，音乐更好听，而且很有一种厚重感。5代我一看这人设就不想玩了，后边的6代我只看了剧情 CG， 我觉得6代的剧情真的非常不错，尤其是曹魏的剧情，人物刻画的非常好。在后边的7代8代我就没怎么玩了。除了以上2个系列，光荣还推出过《三国志英杰传》《三国志孔明传》《三国志曹操传》。我是先在网上接触到曹操传的一些 MOD， 玩了以后觉得很好，然后又回过头玩了曹操传，然后我又玩了孔明传。至于英杰传，我也试着玩了一下，但没玩下去。我觉得曹操传确实是一部集大成之作，非常优秀，音乐也很好听，剧情也不错，尤其是典韦这个角色让我印象深刻。当时为了救他，我不知道打了多少遍袁城之战，可费尽千辛万苦真把他救下来以后，却再也没有他的剧情了，太郁闷了。而且曹操传之后，光荣就没有再继续做这个系列了，真的很遗憾。然后我要提一款国产三国游戏《三国赵营传》，我是偶然看到有人在网上提起，然后下载来玩的。这个游戏真的非常好玩，尤其是战斗系统非常有意思。就是说你跟敌人硬拼是没用的，要装备上正确的装备，使用对症下药式的打法才能战胜敌人，所以赢了以后非常有成就感。除了上边这些游戏，我还用模拟器玩过世嘉 MD 上的《三国志列传》， NDS 上的《三国志大战》，在手机上玩过很多人心目中的神作《三国志2：霸王的大陆》，这些作品也都非常优秀。我还玩过一款韩国出的手游《亡灵杀手夏侯惇》，在这个游戏里，蜀汉人物都变成了亡灵，你要控制夏侯惇去打倒他们，不得不说脑洞非常大，玩起来也很刺激。说到这，感觉好像忘了点什么哦。对了，差点把它给忘了，三国杀这个游戏我过去是非常喜欢的，不但线上玩，还在线下跟同学面杀过。这后来嘛，不提也罢。以上就是我对三国游戏的记忆啦，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的一些美好回忆呢？当然，肯定还有很多没提到的优秀三国游戏，大家可以发在弹幕或评论区帮我补充一下，谢谢啦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心目中最好的三国游戏是哪一款呢？大家可以把答案发在弹幕或评论区哦，谢谢。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知道。在我看来，国产的三国游戏虽然有很多经典作品，但总体来说，由于年代早等因素，在技术力等方面普遍存在不足。至于日本游戏公司推出的三国游戏，确实有很多经典作品，很多作品在技术力等方面也很强，但是怎么说呢，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后来我明白了，这个缺少的东西是灵魂。如果你玩过日本游戏公司推出的一些日本战国题材的游戏，你就容易理解我说的这个问题了。玩那些日本战国题材的游戏时，我能明显感受到这些游戏是被注入了灵魂的，也就是说在各种细节上都感受到制作组的用心巧思，以及一种难以言说的自然感，这就是注入灵魂的感觉。而玩日本游戏公司推出的三国题材游戏时，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反而在很多地方都能感受到一股难以言说的违和感。我想这就是文化差异造成的。日本游戏公司做的三国游戏再怎么好，也不可能真的注入灵魂，因为他们是外国人，对三国的理解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肯定是无法真正到位的，所以游戏里的很多内容也就流于表面，甚至有违和感了。所以说，关于最好的三国游戏是哪一款这个问题，我期待着有一天能有一家中国游戏公司给我一个答案。好啦，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，本期视频呢是我对玩过游戏的总体回忆。如果大家希望我可以详细谈哪款游戏，欢迎发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最后就求个关注和3连吧，大家的支持是我努力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最后再给大家拜个年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。